这也像插花。你看是不是？这个很可爱，它像一个海螺。谢谢。它又像一个百合花，对，它又像一个海螺。它其实是烧坏了，但是作为花器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是。那陈老师，你的这个插花插完了之后，要是客人他要去玩它、摸它，你会有意见吗？没有什么禁忌。我有一个朋友来我们家，有一次我插的是桃子，上面有一颗结的特别可爱的小毛桃，红了已经。他上来第一件事把我的桃子摘了吃了。有没有把它打出去以后不能进门了？作品的这个延伸被孩子吃了。那客人假如进来就瞄也不瞄你的花艺，你感觉如何？我得跟他说，你来，等一下，对，我得你说的就是你看看你背后，你都没有注意到，多美啊，娇艳欲滴啊。它那个秋叶特别好，秋叶就是那个黄色的叶子特别好。哦，你看这个粉红色，这上面这个多出挑啊，然后下边这个绿的配，哎，真的，我跟你说，佳慧30块钱10几分钟带来的这个感受。甚至我觉得这个一派生机啊！我说我请陈老师做节目，我就是发一个心。我觉得咱们没钱的人也可以点缀自己的，也可以过得更美。我说的对吗？你确定你是没钱的人吗？我真不算有钱的，永远有比我有钱的。但是我从我自己就想到，是不是说？我们只能看到那些个好像多么贵重的东西才能有呢？因为一般说，假如没有钱，他平常要做什么？努力赚钱，他就不容易有那种心啊、闲情、时间去经营艺术。可是你要告诉他啊，不要忘记在价格以外有价值，也需要像陈老师给我们讲解啊。展示啊，才能提升我们的品味的。所以陈老师吸引我，我就发现人的名字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名字不俗哎，是冠同是吧？这2个字怎么这么奇怪啊？好清雅的名字。这是一个艺名，这个同是水池的意思嘛？那个冠是一种长腿的水鸟，我就觉得这个水边站了一个长腿的水鸟就特别美，所以我就取了这么个名字。然后我当时学的这个流派又是池坊嘛，它也是讲水池旁边的僧寮，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小心就跟他撞上了。日本还有一个红道流，对，就是你熟悉的袁宏道。对，因为他写了评史嘛。哎，对，当然他是晚明著名的小品文作家了，而且很多山水啊这些，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日本有他的影响下的日本的花道艺术。咱们叫平花是吗？我们的插花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平花，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中国的这些行业里面哈，这些中国字里面第一个字是重点，比如水墨永远是水是重点，然后油画是油是重点，然后这个插花里面那个平花它是平是重点，所以中国其实对这个平器要求特别高，插花然后都是从最早的佛前的这些礼器，然后慢慢的演变成现在这个大众或者文人赏玩的这种花器，它这个过程还是一个非常有脉络、非常清晰的。这个但日本就要插花，就是那个有一个动作的过程，但我们更多的是关于气的描述。你本来是学美院是什么系？摄影。你学摄影的，为什么后来你一猛子就扎到这里边去了？说的这个还挺神奇的。我15年前第一次去日本旅行，就日本会有2次大型的花展，已经延续好几百年了这个传统。当时就是池坊最大的那个叫旧七夕会展览花展，当时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艺术，就是关于这种植物去做的这种各种造型的大型的作品，当时有点被震撼到了，所以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要学这个，就扎进来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在这里边你得到了什么？哎呀，得到的太多了，得到了就是首先是身心愉悦。插花这件事情虽然看的是小事儿，但是这个过程特别的享受，我觉得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了。怎么说？就是你就是旁无杂念，也就是插花的时候旁边的没有人了，你有人在说话，我就刚才你们可能已经开始聊的时候，我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杂音在我身上，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就现在都爱聊这个心流。对。你觉得人需要这个静心吗？或者说现在我们的很多烦躁
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让我们专注于一个东西上，就像类似于心流的这种状态吗？你觉得真是像家辉说的那样吗？因为谋生压力很大，倒不是说这东西有多贵，花多少钱，而是他也没有这个时间。要照我说是没有这个心灵时间。我觉得心流它不应该是一个整个社会去额外追求的东西，它应该是人本来就有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看儿童，他们经常处于这种状态，很难被打扰。爸爸妈妈很喜欢打扰他们，他们自己在探索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所谓的心流的状态吧。这样，我不知道像陈老师啊，他是说是因为我要去追求心流、追求静心而进入了花道的世界，还是说你进入到花道的世界，你之后自然就进入了这个状态，然后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应该有的最正常、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我觉得写作是这样的，写作的时候不是说因为我要追求静心，修行，所以我去写作。是写作的时候，当然像刚才家辉老师说的那样，写作是一个体力劳动，很辛苦，而且是一个需要特别多的节奏和自律的一个事情。但是进入的时候，其实就会获得那种我觉得就是人的天然的我在这个状态是对的那个感觉。你看，你刚才讲一个事儿啊，我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你看科学啊，科学是讲究隔离主观的。但是我看这个牛顿的一本书啊，牛顿我们知道他实际是炼金术嘛，其实后来这个翻译者说呀，他说因为怕引起误会，他说其实更接近的翻译应该叫他炼丹士，他并不说是只是为了像炼出黄金来，他有点中国古代道家炼丹的那个东西。但是你看这个牛顿这个大科学家啊，他呀，我觉得有些地方跟我很像，不能这么说，也是炖牛。你知道，他其实要照我说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且有宗教信仰。在他那个时候，他向外宣传推广的全是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就是没有主观的，是客观的。可是你知道吗？他大量的时间翻那个古代的这种典籍，就类似于咱们道家炼丹的。你能想象牛顿，他拿这个干锅里边拿各种跟咱们那个道士炼丹，他炼的时候，他也试过像古代人的那种宗教式的那种方法，就讲究正心诚意、念咒。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属于一个科学还没有那么明显的分出来，其实他的头脑也有一定的含糊性。但是呢，他有一件事分得特别清楚，就像我说的，我公开讲的是一个完全科学的所谓科学的立场，就是隔绝了主观。咱们给大家讲的是可验证的，可是这知识。可是实际上呢，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很多神秘的东西。牛顿就是这样，就是老年的时候他非常精细的，就是我这些材料不能公开，他不愿意后世的人。可是实际上他无比醉心于这些东西，包括星象。就这个人实际是没有分别心的，他什么都研究。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智慧让我觉得了不起的是，他又能够知道哪些是我愿意造的人设。我觉得假如文涛所说的牛顿的做法他是 respect 尊重知识就算有些我们还没懂的，还没解开的，文涛刚不断重复用了神秘这个词我尊重他的可能性所以他就继续研究可是我大概有个确定的把握，以前我也不见得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可能会说不清楚，甚至有危险的在那个年代可能呢听到你这么用你的初步的一些发现来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那可能对健康、对精神各种状况。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看，他是那个更觉得他品格的光明了而且他神秘的部分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也非常好奇。他追求不会是我们古代说的长生不老、飞天升天他到底想追求什么呢？追求是不是解开宇宙的一个谜是不是有一个 super power 超能力在，还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力量我们能够理解它，跟它接触所以他总是心中有个追求在。
这个回到我刚说的，我真的很喜欢人类学家我说的引用的那段话，文明的起源在于我们开始懂得花。当我们懂得欣赏花，表示我们对时间敏感了。我同时喜欢另外一段有个人类学家也讨论什么是文明的起源问他教授，你从事考古学那么久了，几十年了，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发现，跟文明有关的发现？他这么说的，他说很简单，就是一段断了的腿骨，可是它好起来的腿骨，纯愈合的腿骨痊愈哦，我以为他说那个日本有个纯欲风，痊愈了的腿骨。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以前的时候，你的腿受伤了，你基本上能够活下来的几率接近0。你不能走路，没东西吃，躲不了那个寒冬。那假如我们发现了一段怎么读？痊愈谢谢老师痊愈的腿骨，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有人照顾他，人类有了文明了。我不只是为了求自己的生存，我看到你受伤，我照顾你，直到你的腿好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人类有爱心 ，be kind 有慈善、慈悲。对我来说，文明的起点就是开始喝咖啡，因为我每天喝5、6杯咖啡的，让人类懂得欣赏咖啡的美好。对我来说，这是文明刚才佳慧老师说的那个腿骨的那个，我也有看到。文明就是告别了丛林原则，因为丛林原则中间，你一个折断了的腿骨的人，你就是一个竞争的失败者嘛，你就没有理由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正是因为人类超越了这个一点，才有了一个协作之后产生的文明。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我很困惑的问题。我去过好几个人类学博物馆，但我发现很多人类学博物馆中间很少有花这个图样。他们的原始的图腾木刻砖刻我在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有去过，然后加拿大 UBC 的人类学博物馆可能看了有上万的藏品，花的种类出现的特别特别少。少吗？特别少，就很奇怪。你这那种人叫什么呢？尼安德特人吗？尼安德塔人。尼安德塔人的一个洞穴，就见到，这个周围这个也就化验出来全是花或者花粉，就发现他们有用花做这个的陪葬就你讲这个文明的起源我给你看一个陶罐陈老师，这可以开阔你的纵深这是什么呢？庙底沟，大概就是5000年前，5000年前，他们有人说什么皇帝那时候庙底沟的彩陶就属于叫仰韶文化。然后中国有一个考古学的前辈叫苏秉琦，就是认为这个陶罐上的这个花你们能看出这个花瓣吗？能看出来。这白的，你看这个白的部分，中间一个黑心儿，一个一个的花瓣，你看1、2、3、4、5个花瓣，连续的这个花瓣的这个图案，这是一个中心，大概在陕西华山到什么河南那个陕县什么的，就那么一个地方，然后这种图案呢向东西南北传播。连绵花瓣的这个图案，这个苏秉琦先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夏文明，这个华古文字里是通花，所以我们是花国呀，我们一早就是花的民族，好像现在我们这直男们都很少对花不了解，但实际据说中国祖上特别爱花。对，就是从这些古墓里面的壁画里能看出来，那时候就是已经有这个专门的人去捧着这个盆花，里面造着这种花盆的这种插花的景象，在这个祭祀的队伍当中，是为它专门有自己的位置的，所以对花的这种尊敬度和它的高度是非常不亚于说当时有行香或者什么，这个祭祀的过程当中，它是个很高规格的一个存在吧。然后这个咱们的繁体的华，它其实就是一个插在花瓶里的繁花的样子。哎，对，
是。所以你想想看，所以刚才文涛老师说我们是花的民族，真的是这样。日本的花道其实源头在咱们这儿，对，而且你讲这个袁宏道这个平史，传到日本去，他们就开出了一个弘道流。弘道流的特点跟这个池坊流有什么不同？是这样，就是因为池坊是他们最早的一个流派，所以很多呢后来形成的流派都是以它为基础做的一些衍生。袁宏道讲的这个平史里面讲的一些什么插花的一些节奏啦，什么清瘦啊，还有怎么去选择器皿啊，它有一些参考。那它的制式呢，还是整体是池坊的样貌。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天地人有3支，对吧？然后我们说到的立花，他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叫水迹，就是在这个花器里面哈，所有的花枝插出来，从正面看就像一枝一样。那这个一枝的这个感觉呢，这一节儿就叫水迹。他认为什么呢？这个花器是大地，上面是这个承载万物的这个花呀什么的形容的万物，那这个水迹就是孩子跟母亲连接的脐带一样。所以它这个水迹是他们日本这个各个流派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征。哎呦，哎，那你再给我们说做，现在我想你再我们大家一块儿插上，感受一下。不是，你还是插在你那儿。人老簪花不自收，行，花应收上老人头。哎，好，我跟你说啊，你真的没法想象古代的时候，你比如说宋朝，就是男人戴花啊，那个戴到那个程度啊，几乎人家的就这么说吧，就《水浒传》，那个小霸王周通。鬓边插着一个什么花，他那帮小喽啰就是随便插一堆野花在耳朵上就下山劫道去了，你全是土匪，都人鬓边插着花啊。对，那个田径醉归途，那个老头都那样，喝醉了头上戴2朵大牡丹，特别有名的那个，就人栽花。杜牧说，黄花应插满头归，曾是难逢开口笑。怎么解？黄花应插满头归。就大概就是讲的一种特别的尽兴疏狂的那个样子吧。对，就你要在这世上找一个一切都顺心的时候没有的，你不要等那个时候，你随时你就把这些野花插在头上，很尽兴的，对，很尽兴的那个状态中。杜牧说：“满城多少插花人啊，满城多少插花人。”他在向往，在寻找。哎，可是话说回来，不止中国，不止日本啊，我们看像桂冠诗人，对啊，那桂冠花就给对啊，希腊一路下来太阳神，当然代表雄性了哈。那女的玫瑰，爱神玫瑰，12个那个神啊，每个人一种花，一路下来那个传统啊。那我们常看哈姆雷特，为他死掉那个。Olivia 对啊，花语后来死掉，那个每年之后献花，把花好像我们把什么投进河里面纪念区一样，把花纪念他这样一路下来啊，所以那是人类的一个普世的跟自然之间的关系啊，可比咱们林黛玉啊，黛玉葬花，哎，你看这个花它多有意思啊，它不光是这个最青春的时候。它就是落红无数啊，是吧？什么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你看这个审美，一直审美到老死。哎，但是他刚才讲这个，为什么好像跟女人送花，跟女性送花，跟女士送花，为什么老送玫瑰呢？玫瑰为什么这么高的地位？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中国古代首先也是赠花，《诗经》里面也有赠花嘛，《楚辞》里面也有。赠之以什么？赠之以芍药。还之以什么？啊，那是另外一个。我想起琼瑶了。还自己钞票。这是你的路子。那中国古代叫做采兰赠芍，采兰赠芍。采兰草。对，和赠送芍药。它不是玫瑰。玫瑰应该是西方传来的，因为你按中国的传统审美来说，这个五代十国那个张毅就写了《花经》，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讲究这种道德伦理的，所以他对花有这个等级的品鉴啊、高低的分类。比如说我们知道有9品芝麻官，对吧？他这个花也是按照这个官爵的位置的大小来给花也设置了这个等级。比如说1品9命。对吧？然后2品8命，那1品9命里面可能就有兰啊、荼蘼
还有这个腊梅，然后还有这个紫风流。紫风流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瑞香，就这类，他认为品格很高。第一，当然还有牡丹啊，牡丹自唐代就已经非常的。唯有牡丹真活色，对，是吧？花开十里动中国人京城。对牡丹的这种钟情是其他民族没有的。这为什么呢？牡丹象征着繁荣富贵啊。对啊，富贵，咱们喜欢。牡丹是不是其他国家也不太有种植？是不是它主要的原生种是在种植中国。对，品种你喜欢什么花？你个人？我喜欢各种。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叫阿拉伯婆婆纳，很小很小的那个小兰花，小兰花，特别特别小的小兰花。春天很早的时候，我们那里的地上是一整片一整片紫色的，特别好，因为很少有那种。花蓝色比较少嘛，我刚看你带了那个桔梗是蓝色的，对，蓝紫色的，还有可能绣球有蓝紫色的，其他的现实中还有飞燕草，对，大花飞燕那个是蓝紫色，其他就比较少。但那个阿拉伯婆婆纳我就特别喜欢。哦，很小，看来给你送花送玫瑰不好使是吧？得送这个婆婆纳。情人节那一天可以送，然后爱神这是玫瑰嘛。从希腊神话出下来，我也喜欢玫瑰。每年365天，除了一天情人节那一天，卖的贵死啊！平常在香港一支玫瑰可能是30吧，香港花也蛮贵的。这么贵啊？香港花很贵。我朋友说什么，在香港来香港玩，看到花。他说：“我的天呐，比他们在那边现在好多花都出自昆明，这样。”对，昆明。他说贵了10倍。是的，是的。我们这边30块钱买一扎，平常30块一支啊，太贵了。在情人节那一天卖到可能100块啊一支啊。那你不是闹节荒了吗？情人节荒了吗？所以香港人情人节都要送玫瑰吗？不然就会失去女朋友是吧？那不会，可是至少女朋友会给你一个好处。可能亲你一个什么？可是情人节我们经常都说，每一年的情人节新闻都拍一些照片是什么呢？在香港的街头，不是有那种垃圾桶吗？旁边总有人把一束一束的花丢在那边。真的？对，我好像见过那种照片。真的好悲伤，好悲哀。是第二天变垃圾。对，不是第二天啊，文涛。当天吗？是当天啊，那才是悲伤的故事啊！你马上就会想，女性不接受 ，Who knows？你就会想啊，这就是故事的所在。你在想，很有情节，是不是那个很有情节？是不是那个男的买了一束花，根本去送给那个女朋友？你远远看到女朋友跟着其他的男生走了，你根本没有机会送。也可能送了给你，女朋友拿了不接受，丢掉。很多的故事，有点像海明威。我听着怎么都像你的故事？年轻的倒是有。海明威怎么说？当然，这个说法很多人说都是假的，都说海明威写了全世界最短的小说之一嘛。他在酒吧，没钱喝酒，跟旁边的人说：“你相不相信我用几个字就写了一个小说？打赌10块钱，好吧，打赌。”然后这张纸就写了，翻译为中文，他这样写 ：“Baby shoes， 婴孩的鞋子 ，for sale 就要卖的，没穿过。”等于是翻译为中文，一双没有穿过的婴儿的鞋子要卖，就这样一个小说。你很多故事了吧？为什么呢？那个小孩是死了吗？为什么没穿过？为什么要卖？对不对？那所以刚说哈，甚至不用语言啊，一张图片，一个垃圾桶是吧？垃圾桶旁边地上一束一束的玫瑰花。那我看到我的过去，看到我的以前的悲惨的事情。你说的这个对我有启发，就是给人送花呀。你看我们这个老粗啊，就往往容易送得满。你50岁了，送你50朵玫瑰，这听上去不像赞美啊，就是或者说就想的满心满意。其实呢，就像你的这个花道这个理论呢。就是这个身后有余忘缩手啊，眼前无路，不是转到哪儿去了？这是什么？就是说要有那个绵绵不尽之空白，送一个有形的，但是会让对方呢感觉到一个无形的意思，这个就高，那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这个李敖整天吹牛，讲的最著名的故事：18岁的姑娘。
他说我李敖给他送花，我给他送17朵玫瑰。那女孩说：“我18岁，为什么送17朵啊？”他说：“还有1朵是你啊。”这不是哎，是不是女士实际听着挺寒碜的？是的，李敖在天之灵不好使啊。哎，那你觉得女士喜欢我们怎么送呢？送花吗？啊，那我也喜欢玫瑰多的时候。是表示爱，代表我们爱吗？对，可能应该就是还是因为这个，就像这个马老师说的，那时候的玫瑰就是靠这个费用提升起来的。哎，我听说那个钻石的切面就是多少玫瑰的，根据玫瑰的这个图形，对对，就是钻石的那个切面。但是我看网上这个女士们都有这个鄙视链了，就拍出来就说哪个渣男送这种花是吧？任何机会都不要给他，就是说什么他们都能形容出一些特征，就那个玻璃纸啊，加上点什么包装，甚至上面好像还放2个小人儿，是吧？谁给你送这个玫瑰，对吧？品味必定对不高。那比如说，如果我有他的技巧，我弄一个这个就情人节送给你。你不高兴吗？不比玫瑰强吗？你们还愿意要玫瑰吗？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技巧？就跟陈老师学嘛。那不容易的，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比买一束玫瑰要难多了。要花更多的心思要跟精力。懂得欣赏。假如文涛你的问题是说，哎，我很好的品味，弄了一这样漂亮的花给你，接受者得有这个品味。对，他要懂得欣赏，而且呢，他也好，可是你不能只送这个。你只送这个我就不高兴了，这个以外再送个花型的、玫瑰型的钻石，那就不一样啊！我看着你就苦，讲出了男人的苦啊，苦啊！那为什么女的不能给男的送花呢？有了，现在有些年轻有的年轻的人肯定是已经百无禁忌了，所以我得跟陈老师学。来一个圆桌上可以摆的，咱们插点这种小品吧，大家也可以动动手，可以感受一下。对，咱们都学学。佳慧，哎，真的，我觉得学会了这个，你要是看上谁，真的比送玫瑰多俗气啊！咱要是弄一个这个，哎，肯定赢得芳心。Too late， 太晚了啊！你可以送给太太嘛？难道你太太不需要吗？嫂子不需要吗？你看这个人是吧？不是我的太太，我知道她最高兴是什么，送她几棵那个油菜花的炒菜，哎呀好，买了好给你，她就炒来吃了，更高兴了。每个阶段每个感情嘛，我们过了那个阶段，你需要学的。我觉得我的人生欲还是很强，我特别希望学习新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要能学会点花技啊，真的，哎，这不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吗？而且也不贵啊，对吧？这个咱可以玩得起啊。你现在在家里平常弄这个吗？啊，我不弄。你的屋里没有花？啊，我很喜欢出去采一些花啊什么，但那个不是这种艺术性的插花。你出去玩，然后路上偷偷的采花，抓现行犯，采花大盗不见得是男的，是吧？就很开心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跟你的这个诗词的这个感悟啊很有关系。人看花，它从纯物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个生殖器官嘛，植物的生殖器官。但是你不可能这样看它，对吧？我本来不这样看它，你说了，我以后就这样看它，真是糟糕了。就是我不录了，这个破坏了我跟花的对话的美感。现在胸口就是插着它，结果了都。哎，我说的是诗词里面讲，泪眼问花，花不语，花不语。这什么乱红飞过秋千去？哎，你觉不觉得这有一种移情啊？那当然，这一句里面肯定是有啊。对，你看泪眼问花，花不语。哎，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个跃迁，他们说阶层跃迁，我觉得这个跃迁对人呢，好多人以为我讲的东西没有用，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就还能有这个工作。还能挣点钱，我就说这最实在的。我认为跟这个本能的发现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哎，你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通感？比如说，你看这个花，你觉得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这个花是甜味的，对不对？我们说它甜美的花，这个就是通感。你明明是眼睛看到的，但你觉得你的舌头尝到的。但如果我们看一个蓝色的花，你会觉得它是苦的。或者我们听这个花，我觉得我耳边传来了圆润的音乐。另外的，你看到一个花，你觉得我看到了樱花的落花，我觉得我耳边传来了凄凉的音乐。或者我看到盛大的樱花落花的时候，我听到了交响乐的命运交响曲的声音。这个就是通感。看见音乐，听见图画，对吧？那我说的还不是通感，我说的就是一种投射。你说的是投射，一种移情。我们是有灵魂的。但是你看，我们看它也觉得它像是有灵魂的，好像你之所以觉得它那么美啊，我觉得你可以静心体会一下，此时此刻你跟它之间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这个里面藏着，你能给我解释这种感受吗？给了我那种精神上的，对，性灵上的。就是花草虽无情吧，但是你这个人的赋予它的很多寄情之物是非常的深的。你看咱们好多古代绘画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些记载。你像宋代那个高士图里面，那个高士旁边有一个他自己的画像，仿佛在跟自己对话。但是你看他正对面，他的座位的正对面就是一个石台上面用这个铜器插着一盆牡丹花。感觉他又在跟这个无情物的这个花在对话。那个最著名的宋徽宗《听琴图》里面，他也是，他的对面也是一个诗集，他旁边坐着左右都是大臣，对吧？然后他正对面放的居然也是一盆花，就是插的是那个桂花，那个可能是一个秋天，就暗示着，其实你看这个绘画，你很多这种花草的细节，你就能知道啊，这是一个什么季节的一个什么事情。现在这个刚好对着文涛老师就总觉得他是要跟他要发生一些对话，其实就是一个你自己的一些这个对思绪寄托给他身上了。对，我老觉得他这勾我似的，对，你一直在其实在跟他在神交。对，怎么回事是吧？就是那种但是你为什么又不轻易在屋里弄花呢？太贵了。我在无锡生活嘛，我的周围的屋子外面的环境花太多了。对，所以就不太有需要把它特地在房间里面这样。就看那个袁宏道的评史，开始的时候袁宏道也说他为什么插花，他说我原来想要到一个地方去隐居，然后我可以住在山林中间，旁边有很多的花草，但我没有机会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到房间里面来，把它变成一个微缩的自然。我那时候特别喜欢苏州有一个地方叫锦溪，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呢是一个开发的不是特别商业化的一个地方。我到那里去发现很多人家有一年秋天，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一大盆乱七八糟的开得很茂盛的花，菊花什么种在一起。他们拿什么花器来种它呢？破了的搪瓷盆，还有是痰盂。痰盂儿，我从来不知道痰盂可以这样用，废物利用。对，但是很好看，而且很特殊。就你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原来是一个痰盂，他们有一种莫名的和谐。那小丹喜欢偷花，不喜欢在家里插花。那你呢？可是我必须，你喜欢偷心，我必须扫兴的说，那个萧伯纳说，问他为什么不把花放在家里，他说。就是我在路上看到一些小孩很可爱，我不会把他们的头砍下来放在我家。这萧伯纳哈，那嘴巴插哈，不要在意。我对刻薄嘛，我那个家里啊会有花了，因为我太太不喜欢出门，我唯一勾引我太太跟我出门的就是说我们去买花吧啊！我家附近有个叫花墟啊，我也常去。你家附近嘛？对。可是我在我的书房啊，前面就我一位老师前辈啊，给我写了个书法：陌上花开，还魂归矣啊。对，那个我觉得感觉很好。对我来说，这是花嘛。我们知道了故事哈，五代对吧？那个吴越王对吧？老婆每年总要回娘家，他想念老婆，希望她来，又不好意思叫你赶快回来哈。他写个信。陌上花开，可还魂归矣。花都开了，你可以慢慢回来了，回家了，对吧？后来苏东坡，后来变成歌谣民谣，
苏东坡就把它写成3首的《陌上花》嘛。陌上花，我只能用粤语来读了哈，因为我的思考用粤语，我没记错的话就是生前富貴草頭路，生前富貴草頭路，身後風流陌上花。身後風流陌上花。哎，不錯不錯，繼續。已作遲遲君去魯國的魯哈，君去了魯國，猶教緩緩且還家。猶教緩緩且還家。對，這樣可緩緩行。對，那花你就完全有圖畫，你想象，哎，他回來的路上真的都開着花了，他心裡也高興，老公在家也等他啊。這樣，所以我家就要掛在我書房的門口。喂，我懂了，它是个意境。你看，我觉得很神奇，好像只有我跟他，当我注意他的时候，你们都不存在了一样，就是有一种特别静语的那么一种感觉。哎，你手上别闲着啊！别闲着。对，你别听我们瞎聊。刚才那个小丹老师说，他在外面有时候会看到好看的花就折下来哈。其实我们也干这事儿，但是我们干的都是折这种，就是什么鼠吃虫咬啊，就是那种全部都是眼儿，就是被虫咬过的叶子，然后这种枯败的这些花市看不到的这些有趣的这种天然的素材，我们有时候会去外面去就是去找。有没有美的规则？你看啊，如果是这2个小的莲蓬在这儿，就已经很有意趣了，对不对？但是很单薄，因为这个花器铜器很有重量，所以我们要加点叶子进来。哪边正面？正面。正面。那这边如果是2个莲蓬，一高一低，那前面我们要放一片叶子，那这时候我们的叶子可以把这个莲蓬啊，后面那个莲蓬可以半遮半掩，让它有一种这种不是完全正面这样啊，你看我这种，要这种隐隐约约有这种前后空间的这种状态，掩映啊，对，它就会变得有趣。所以它有时候我觉得插花啊还是要有天趣。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小小的荷叶子，小的这个海报摆放的一个小荷花。嘿，哎，这你从哪儿偷的？不是捡的吗？不就是说？这我买的盆栽。包买的。这是买的。嘿，这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你就觉得这个哎变得有意思了，生机是不是出来了？对，你可以把这个荷叶的背面也可以作为它的一个插枝，也可以矮一点放在底下啊，它有前后关系了。然后荷叶的背面也依然可以作为你插花的一个素材的面，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插花就是一定是把花的正面给大家全部都是最美的一面给大家，那其实花的这种残花败柳啊那种样貌背面都是它可以赏可以为你所用的，那它这个就可以没事你放在案头，那你喷点水珠，你看的那个水珠从这个荷叶上滴下来的时候，哎，你就觉得哎这个很幸福。所以啊，残花败柳不是贬义词啊，对，在一双懂得发现美的眼睛里啊，对，这家伙残花败柳太喜欢了。哎，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我们轮来一个，我看看你，这边还有别的花材，给我素材啊，就有很多。对，天赋如何？小丹也来一个吧。我用这个，你用这个好啊。这个里面都可以剪哦，可以玩了。首先看你们俩的天赋，然后咱们陈老师指导。你不打开也可以，就这样放。为什么不看你的天赋？我没有花具了，我没有花器。那就给你。那你用什么呀？我当评审。我喜欢当评审。哎呀，太好了！我看看，我先插一个这个哈，这不是有点高了吧？会不会？可以剪，可以剪哈。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可以裁剪。但我先剪少点啊。做这事，对，你就一点点的剪。不知道哎，对。这个是什么？这叫喷泉草，你看像喷泉一样。是，它好好玩。这还有叶子啊，对，这个有点拉手，哎，对，这个，哎，这个拉手，哎，这叫芒叶，芒叶哈，就是草字头那个驱鬼的，好像是驱邪，那是菖蒲啊，是吗？不一样，不一样。哎呀，我城市长大，真是五谷不食。对，真的都不好。我需要几个矮的，来，给你拿一个这个吧，这个叶子大一点，可能放起来会更好。这有点滴水。可以剪是吧？可以剪，小心，随便剪，挑你最喜欢的。你慢慢弄，我照顾小丹。对，那
你可以跟小丹合作啊。合作开花店是吧？真的很不好意哎呀思，开始乱玩。弄得太短了。那有长的，有长的吗？我去剪长的。对对对，哎，瞧瞧，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网断肠。若非群玉山头见，我被串了吗？会向瑶台月下逢。你真的背串了，不是这么背的。是怎么背了？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网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哎，对对对，哎，赵飞燕，就汉朝那个是吧？赵飞燕那个宠妃啊，飞燕倚新妆，你看。多好，真是一枝红艳哈，露凝香，多么有姿态。它不需要你会画画，对吧？不需要你会雕塑，你凭着你自己的感觉，直接从大自然里采集，然后就能给自己制造出一个很美的东西啊，放在自己的阳台上啊，不是书桌上啊，或者是哪儿啊？哎，对，我觉得这我有点意思了。我看看往前挪一点，这个。陈老师平常有教导花艺嘛？对。对，一直在教。OK， 一直在教。他是老师啊。那第一门课里会跟他讲什么？讲礼仪，花道的基本礼仪。哎呦，那我们现在都很无礼是吧？首先一定要带一块自己的家里的这种抹布，为什么呢？因为剪刀都是钢材的，它扔在桌子上放下来的时候会啪嗒啪嗒，有非常大的噪音，会影响其他人，所以剪刀一定要放在这个自己携带好的这个抹布上面。做完花之后呢，要把桌面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再请老师修改。这种长的垃圾我们都会告诉他要剪成10厘米左右的寸段，不然会给垃圾袋戳破。那会流的到处都是垃圾。那个包括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是不要讲那些乱七八糟的八卦，就是尽心的去说你呢，在这个花里面去享受这个花的世界给你带来的愉悦。你可以让嫂子跟他学学，对吧？好多女士都跟他学呢。女士也有男士。你说为什么也有男士啊？有男士。哎，佳辉，你说是不是咱们现在这个直男，为什么对花好像很隔膜似的？他们总觉得花是女性代言词，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点，对吧？有点排斥，有种男性气质的塑造吧，一种对阳刚之气一定要。其实古代不需要这样。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从小生活环境比较粗糙吧。中国古代是吧？从隋唐、两宋，那男人就是时配花，对，簪花。皇帝给大臣动不动就赏花，对，就有一个宋朝的大臣，他这个。皇帝呢，就给了他上殿的这些大臣们花，然后他们回家的路上啊，经过一个当时都城里有个好像叫平康街啊，其实那是个花柳巷，就是那个青楼的。结果那些青楼的呢，把那个女子都出来到街上给把这些官员身上的花都抢走了，只有他没有被抢。他回去感慨做了首诗：为什么没有人抢他的花呢？因为他是唯一的老登，所以是最大。所以青楼的都不理他。所以不是不敢抢，不想抢。这么势利的吗？这哎呀，人家青楼女子多直接。哎，完成了小丹。对，但是他会倒。我还是就是简单一点，好像好哎，就是哎，这算正面，老师指导。哦，插的太棒了。真的吗？真的。天哪，我以后真的我天哪，你不是夸我吧？确实在夸你啊。真的吗？这就算好了。插的很好呀。以后请管我叫花国公子。花国公子，你看他点线面用的很好呀，给你加一支后面把这个面的这个感觉稍微破一破，就是不会那么突然从面过渡到线。这个是面。对，这个是线，是的，这样它有一个过渡，对，让它有一种虚实的空间的感觉，其实跟绘画很像啊。哎，画龙点睛啊，就完全是画龙点睛。哪面是正面啊？你的那面是正面，你可以转过来。哎呦嘿！哎，多了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啊，那种感觉不一样吧？我给你们转一圈，很多的层次感，是不是？
对，有了这个就非常的不同。是，就像一个画画有了阴影似的，是吧？它有了一些中间质啊，对，有中间的色调了。都中间色调，它不是像我那么简单了。小丹这个小丹老师插的也很好呀。而且你看他也很会利用这个频器的这个特征，他正好歪到这一边，他这边还留在外面。对，这种曲线跟他迎合的很好。我觉得我能看到他这个人，对，是吧？自如其人，花如其人。你看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小小的，是吧？也不光是小小的，小而美，对不对？你看，很秀气，秀气娟秀。那假如这个要加减呢？我觉得把这些不要的这个花蕾啊修干净，让它更加纯粹一点。你看文涛老师就是特别纯粹，是。我这是平生头一次插花吗？啊，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不错，插得好。我是真人不露相，对，是真的好吗？真的非常好，真的很好，很自然。而且这个高低错落的关系摆置的特别好，太有天赋了！您赶紧学学插花吧。真的，真的。行了，拜师了啊！那我就拜师了。真的，哎，我掌握了这种生活技巧，我以后给我认识的每一个女士送盆，没事就送，对，完成一个也便宜，对不对？是，女士不爱听，是。你不说最后一句就好了。对，哎，很多时候就坏在最后一句。需要一个剑山下面。对，剑山更好固定。是剑山还有专业名词呢。对，就是有时候会用。因为可以让花站起来啊。哎，家辉，我认为你可以塑造一个残花败柳的效果。我就这样吧，就是这样的。哦，这也不错，很特别哦。这桔梗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花，因为它看起来比较野，这个花有野趣。对，所以你们刚才说玫瑰，我会觉得玫瑰太规整了。反正花道你很少用，插花你很少用，因为它没有季节感。现在都是大棚养殖的，你要准确的说出它的这个花期，好像大家都不太知道了。那会用蔷薇吗？蔷薇会用，蔷薇的这个春夏交际的时候经常会用，包括《簪花仕女图》里面也有一位女士戴的是蔷薇，所以蔷薇在中国历史上地位还是蛮高的。哎，这个有美的标准吗？那我们这种案头小品的话，其实就是你觉得好看，对吧？你觉得插着舒服，视觉上觉得均衡就可以了，有高低错落感。那自然界的植物就是这样高低错落，长得这个前后也都有空间感。其实这个啊，我觉得像书法一样，它不是绝对的对称平衡，它是阴阳虚实之间有留白的地方。留白，但是它取得了一种势上面的平衡。对，虽然它不叫对称。但是你很显然，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推到那边去，对吧？那叫歪了。是的。但是你看，它这个也占一个心理空间，这个也是一种心理空间，它这两个之间还是有均衡感的。其实你看啊，我们中国的绘画其实对插花影响特别大。最早的这个有喜欢牡丹的唐代开始，那时候就是佛前供花，那整个这个作品都是繁盛繁茂，这种富贵繁荣的样子。然后包括那个后来宋代的这个跟你说话呢。那个折枝图，就是从那个树上折下来一枝画的那个花卉作品，它甚至那底下那个从主枝撕下来的那个皮儿都连着的那个花，这种离枝花，那它那种一波三折的那个样式，其实对插花影响特别大。当然，宋徽宗当时传说是他画的哈。这种山河破碎的那种心境，跟他这种离枝花的这种结合，后来反映在这个插花上面，其实都是有这种异曲同工的这种样式在里面。那这个文人插花里面就更讲究这些了，这个曲折，然后周回，就是像这个干回来这种，成了出去又回来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没事多看看这个古代的绘画，其实。插花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古人都教给咱们了。对，当年没有人比我崇洋媚外的，但是到我这个岁数，我渐渐明白了，不是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得中国古代的美学，天下第一。是的，是的，也可能是之一啊。我没有贬损西方的意思。小丹，我就这么说，比如说英语的诗歌，我见过他们朱光潜啊，什么齐邦媛写那些意境、那些境界也特别好，这是非常好。可是呢，我还是非常偏执主观的认为，最美的诗是中国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
它那个再怎么着，它是那个字母化的文字了。我们这个诗，这个一个字儿就是一个画啊，就是一个意象啊。泪，它就是流眼泪了。花，你看像他说的那繁体字就是花啊。哎，这个跟他诗里表达的意思加起来，是不是第一？视觉上面都有美感。你有视觉联想啊？我记得一个长辈跟我说，其实有3种花已经囊括了我们一辈子啊。什么呢？哎，漂亮。花牌，香港喜欢送花牌的，比方说你今天要生日请客，特别长辈，你新店铺开张，我们送花牌或者说花篮哈。你办丧事出殡送什么？花圈。然后在我们那个地方呢，还有抢花炮，特别是在乡村啊，香港的新界，放鞭炮的炮打上天空，然后不同的组队去抢，中间要推来推去，甚至打架的，把它抢到啊。所以我那个前辈他说，家辉啊，3花牌、花圈、花炮。展现了中国人的看重的东西，真是有见地，完全符合这个蚂蚁财富黑卡富有见地，所见不同。我在香港一个小区长大，见的最多的花还是花牌跟花圈。我们主持界最著名的段子是什么？就是主持人在台上发生这个口误，就是下面给老导演送花圈，实际是送花环。主持人一紧张，下面是给老导演送花圈。老导演更幽默，下台说：“你也没说错，我们早了一点，我们早了一点。”对。哎，真是花陪伴咱们从生到死啊，生在花丛中，临老入花丛。到我这个年纪，基本上常做的事就是送殡了啊！你真是快聊到尾声了，是吗？我最记得电梯门打开，我一出去，灵堂都在旁边，那个花气一出来，一进我鼻孔，我感觉悲哀的感觉就来了，就想哭了，好像我自己爸妈死掉一样，你知道吗？哇，那就想哭了，那种你刚说通感是吧？泪眼问花，花不语。花的味道，你在不同的场景来闻到，来嗅觉啊，然后情绪就不一样。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文化的累积，就是对于花的感情。比如说像南宋末年的时候，那些移民他们不能够公开的怀念故国，他们就写词都咏白莲花。咏白莲花，对，所以我们看到南宋末年只要是咏白莲花的词，就是怀念故国的，但他一句都不会写故国，因为这是不允许的。这样。那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呢，这些移民他们就咏就是滇茶花，云南的茶花。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诗词是咏滇茶花的，它就是一首怀念故国，就是明朝的这个词。为什么是什么滇茶花？比如说像滇茶花的话，是因为当时明末清初还有这个流亡政权，最后是流亡到云南这里，没有到云南去的这些明朝的士大夫，他不能够说我怀念我惦记那个在云南的流亡政权，那我就要把这个感情投注到一个东西上，那我就把它投注到云南的茶花上面。但他们可以写的特别美，一整首词你觉得哇，可以把茶花写成这个样子，但是有一天你获得了一个文学史知识，你解惑了，原来这个巨大的情感是一个对于故国的情感和对于他在故国度过的自己的几十年岁月的情感，但他可以把它全部写到一朵花上面。哎呦，真是太美了！你表达一种感情啊，但是你这个整个人都是美的，你看那个屈原就是香草啊、美人呐，都聊什么呢，对吧？但是他用一个特别美好的意象、形象来表达我的思想感情。哎呀，我跟你说，我会写情书了。这难道只是文人雅士的事情吗？这跟这个普通人没有联系吗？实际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困于生活压力的人呢，恰恰需要这么一口呼吸，给喘口气儿啊。这口呼吸呢，它必须廉价易得，
通过刚才实验，我觉得门槛也没那么高，是吧？可及的，很高了。老师加了一个就完全不一样。我给你们看一个什么？我给你们看，就是日本有一个叫坂田和实的，这个人就这样，我觉得特像横路径二。你不知道谁是横路径二？他坂田和实呢，我也不知道他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艺术。你看，就是日本的一种木棉布，破布，美不美？俯首可得，几百日元，什么几千日元。去刚果旅游，他就在当地找着这么一种破布，他认为这个你放在家里，这种质感跟我的衬衫似的。你看，上次我们去江南，就看到有些建筑师，当年那个拆迁的时候，很多那个江南那个民居的老瓦片，你看这个老瓦片，你要剪一块能干什么呢？石器饭团。那古时候的人是不是他们烤某种那个中药，就是在这个瓦片上？对，而且我觉得它就像是在一个烧烤炉上，他管这个东西叫古道具。坂田古道具。他说那个瓦当啊，秦砖汉瓦上面有花纹的那个现在都不便宜了。他说，但是什么都不用，这种无釉的粗糙的板瓦，被人忽视了。其实它可以装点你的生活呀。只要你平常出去玩的时候，你看他弄了多少，你看他在墙上，就像咱们这个墙，他弄这么个花，他这个木头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是个磨刀石的盒子。他在村里不定什么地方捡的。你知道现在有叫极简主义吗？捡东西的捡啊，捡的，真的不花钱。你看漂亮吗？一个鳗鱼叉，你看放在墙上，它这个线条，你看它这个线条漂亮吗？葡萄架的铁丝，你看它可以钉在墙上。这是脱粒机，麦子脱粒儿，农村的，它有没有一种美？蜜蜂的那个蜂笼，你看，当它脱离了食用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它其实很好看。这是他在外边旅游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破钟表，都不能走了，可是你觉不觉得它挺好看的？你捡一个小屋里就好看啊。所以他自己就弄这些东西，他开了个小店。他说幸亏有钱人没注意到咱们。他引用了雕塑家罗丹的一句话，说什么是丑？艺术的丑指的是什么？伪造的东西，刻意的东西，强装出好看和美，但却没有任何表现力的东西，装腔作势的东西。是什么是丑的？没有意义的笑，就像我们主持人的笑，没有理由的敷衍，没有原因的歪曲和破坏形态，一切缺乏灵魂和真实的东西，所有只不过在对美和优雅进行夸张夸饰的东西，是全部的谎言。这个其实真正美的东西，它是真善美啊，而这个真善美不一定就跟财富、金钱、地位挂钩啊。你说是不是？你再给我们弄一个。再给你们。但是里面有真诚的力量在那边嘛哈。文涛老师，你刚刚说这个什么诗歌啊什么的，这个花，我特别喜欢杜甫的他的一组诗，你们肯定听说过中间的一首，就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没有哎，你可以教教我。7首，这个是杜甫在50岁的时候写的，小学生都要学里面的一首，叫做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桠之低。流连戏蝶10-15，自在娇莺恰恰啼。你开始的时候不是说到那个老去诗篇混慢语吗？对，他同一个时候写的。他第一首就说啊，我已经很老了，我就已经跑到成都这个地方了，我躲在江边的一个房子里面。可是这个花真讨厌，它一定要来烦我，它要把我的整个的房子都被这些外面的春天的花给包围了，所以我要躲出去。我躲出去之后呢，结果我一走出家门，结果更糟糕。第二首开始了，第二首说，哇，我原来到了外面之后，外面的世界更多的是这个花。他说叫做稠花乱蕊裹江滨，那么稠密的花，那么混乱的花蕊，他们把整个的江滨都裹起来。那他下面一句他说叫做行步依偎时怕春。他说我这个时候走路是很小心的。我看到这句话就想到那个唐僧，就《西游记》里面的唐僧。唐僧被女妖精包围的时候，他不是躲来躲去吗？那个就是行步依偎。为什么我这么躲来躲去呢？因为我特别怕这个春天。
那我怕什么呢？其实杜甫你后面看下去就会知道说啊，他其实害怕的东西和他追逐的东西是同一个，就是这个花把他的那个生命的热情再一次的燃起来。最后一首他说叫做不是爱花既肯死，我不是说我因为只有爱花爱到这个死去活来的地步，那我为什么这么爱花呢？是因为只恐花尽老相催。我看到花的衰老的时候，我也像看到了我的衰老一样，所以叫做不是爱花既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花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他说，所以我要和这些花商量，就这些花你们不要一次开的这么繁盛，因为你一次都开得很繁盛，就繁花容易纷纷落。对，它的春天就过去了。你们要长期主义。对，我能不能够长期主义？能不能够我和花商量一下，就是我们都能够把这个生命的乐趣延长一点。所以叫做嫩蕊商量细细开。这是会过日子的人。一个人50岁的时候，就他写一个特别复杂的心情，这个心情就包括你刚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已经想好我要和我的过去交割，我不要再像青春的时候那么多的投入热情爱这个世界，但是做不到。因为你这个东西不是你理智想压住就可以压住的，那个生命的活力它是喷涌而出的，但是它一方面又认为说这个喷涌而出的生命它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挫伤，所以你如何在这个中间做一个平衡，是我做一个完全克制自己养生护身的人，还是做一个说我把我自己投入到一个生命的洪流中的人，只恐花尽老相催。我们看到这个花的生命历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想到你自己人的生命历程，但是你想到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就是你要延长这个过程，然后你要珍惜这个过程。对，他写的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他就讲那个曹丕啊，就是曹操的儿子。这个人是个文学家，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让我想起我爸。乐极就感哀，太快乐的时候啊，他就乐极哀来，凄然伤怀。我就记得小时候，每到春节，我父亲这我们特别高兴的时候，你看我父亲就是个悲观型的人，他乐极生悲啊。你想这么美，为什么会流泪？很多游客在佛罗伦萨看到一个名画，就精神失常，或者说是流泪，然后就去看。佛罗伦萨医院的医生就有这个专科医生，就看这种病，他包括这种病叫斯汤达，有个作家，法国作家斯汤达综合症。过去有句话叫泪尽则喜啊，喜是喜尽则哀呀，就是你看这个花，就像你讲那个日本那个叫什么物哀啊，我特别能理解，其实那不是属于日本的感情，那这属于所有人的，就是说，哎呀，一看这么样的美。但是他就老了，刻刻就迁流了，刻刻就消失了，但是连这种哀好像也变得美了。你像这个，哎呦，这个瓶子很好哎，是，这是老东西吗？是老东西。哎呦，这陈老师太喜欢了。然后这个不是，这个是原来揉面的面板，老面板石头的，但是就是碎了，就碎成块了，就拿来当花台特别好。它看起来已经碎了好久好久了。对，这包浆特别棒。这边是真面，因为马上就要秋天了。然后这个葡萄刚好是我们邻居自己种的，今天早上我刚跟他要了2只。邻居种的葡萄，哎呀，邻居家的葡萄好亲切啊！这个瓶子是当时的古代的花器吗？对，是的，那个铜锈的斑驳还在。你看中国人多懂得美，就是到了晚明的时候，青铜器出土的那种，它用来插花。说这个青铜器里，尤其是那个从土里出来的，它有那个土气，对，他就说花啊，在那个老的青铜器里开得特别艳，对，不易败。你设想一下，那个极老的那种斑驳绿锈的青铜器上面一枝红梅，对，那你就给我们讲讲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这秋后的蚂蚱尝不了，秋后的果实该收获了。哎，这表明了这个一个花艺师对咱们的。祝福对，是吧？丰收的果实。哎，那咱们祝一圈，我祝福每一位朋友啊，祝福每一位朋友，秋天到了，大家收获美丽的果实，而且呢，注重身边人呢，因为这个就是咱们邻居。对，
种的，种的是吧？让我们生活在花儿的世界里。太好了，好好好好。